大家好，美国大选刚刚落下帷幕川普获胜，大胜。那哈里斯呢是惨败。那很多支持川普的朋友那就认为是王者归来那就是神了。那支持民主党的呢就感到很不可思议这么样的一个家伙怎么能当美国总统呢？所以两边这种割裂、这种撕裂依然是存在的。很多人都在琢磨，美国这么大个国家，那么多的精英，怎么就选不出一个让大家都满意的人来呢？这个还真是这么回事。是这样的，我们把视野扩展到草原，扩展到这个动物世界，你会发现动物世界选领袖和美国大选也有某些地方相似之处。我们在动画片里边常常看到这个狮子王统治草原，是吧？以后呢掌管蚂蚁群的故事。但是在真实的自然界中动物他们是怎么选择他们领袖的呢？今天我们就抛开那些拟人化的形象，走进科学研究的这种视角，看看大自然中真实的这种所谓的政治秩序第一呢，我们说是雌性统治是智慧与经验的胜利就像在许多哺乳动物体中这个群体里边领导权往往掌握在年长的雌性手中。这并非偶然而是经过漫长进化形成的这种最优选择。那非洲象它有一个女族长制度非洲象群的领袖是群体中最年长的雌象，他们能活到60岁以上。科学家呢在肯尼亚阿布塞利国家公园里边研究发现这些女族长具备独特的生存智慧，比如她能准确的识别狮子的吼叫，判断威胁程度拥有详尽的这种心理地图，记住食物和水源的位置。那在干旱的时候呢，它能带领族群找到隐藏的水源。另外呢，就是能够传递重要的社会经验给这些年轻的象群成员。第二个呢，我们聊一下虎鲸的祖母效应。那么近期的研究表明虎鲸群体中的这种年长雌性呢，同样扮演着关键角色，即使在停止生育之后仍然能带领家族长达50年。比如说掌握着渔场的这个位置信息，提高整个群体的这种迷失效率。那当祖母级的领袖去世之后孙辈的死亡风险就会显著的上升。再一个呢，我们聊一下等级社会中这个斑鬣狗的这个贵族统治。斑鬣狗的社会结构堪称是自然界中最精密的这种等级制度。一个斑鬣狗群可能多达130名成员实行严格的母系统治。那这里边呢有世袭和等级，就是领导地位完全由母系决定像一个永不变动的贵族制度。每个家族都有固定的社会地位，决定了他们获取资源的优先权。高等级家族的幼崽从出生起就享有特权，高等级红色基因权力的这个代际传递那阿尔法雌性及其后代享有最佳的食物资源和社会支持这种优势一直确保了统治家族成员更健康，繁殖更多，形成了一个自我维持的这个权力循环系统。第三个，我们聊一下黑猩猩的权力游戏它是暴力与外交的双重路径。在灵长类动物中黑猩猩的这个领导权这种争夺呢，最接近人类的政治斗争。明尼苏达大学研究揭示了2种截然不同的领导方式。第一是武力路线强壮的雄性通过武力威慑确立统治，控制重要资源尤其是交配权。那需要不断的防范其他雄性的挑战，通过恐吓维持统治地位。第二是联盟路线。坦桑尼亚这个贡贝西国家公园它的研究记录了一个名为弗洛伊德的首领的这个黑猩猩，他通过梳理毛发建立社交联系，照顾幼崽赢得群体的好感，分享食物建立同盟关系，用外交手腕维持他的领导地位。那第四我们聊一下集体智慧就是蜜蜂的这种民主实验。康奈尔大学的托马斯·西利教授研究发现蜜蜂在重要角色中展现出惊人的民主智慧。蜂王的产生就是工蜂培育多个王后候选人，候选人通过决斗决定最终的胜利者，胜出的蜂王主要负责产卵而非决策。那么群体决策机制是什么呢？就是在选择新的蜂巢的时候数百只的侦察蜂寻找合适的地点，
通过舞蹈呢来传递信息，包括方向啊、距离啊等等。当某个选项获得足够的支持的时候，才做出最终决定。所以每只蜜蜂呢都诚实的报告信息，因为虚假信息啊会损害整个群体利益。第五啊就是外表和领导力，比如说建尾鱼的这种选美政治。北半球的这个三鸡刺鱼啊，展示了基于外表特征选择领袖的这种独特方式。那么选择体态健康、皮肤光滑的这种个体作为领袖，那这些特征啊，往往意味着更强的这种生活技能。群体呢倾向于跟随多数的选择，但这种从众呢，有时候也会导致整个群体啊跟随错误的领导者。所以呢，通过科学观察呀，我们发现动物界的领导制度啊，远比动画片里边描绘的复杂和多样。从非洲象的智慧、长者制到蜜蜂的这种群体角色，每种制度呢，都是这个物种啊在长期进化中形成的最优选择。这些发现呢，就不仅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自然，也给人类社会的这个组织方式啊提供了独特的参考视角。动物们的领导方式告诉我们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最佳治理模式，关键是要符合群体的特点和需求。无论是依靠经验、遗传、武力、外交还是民主协商，成功的领导啊，都建立在促进群体整体利益的基础之上。如果只是为了一小群的利益，为了个人利益，它注定长久不了。那好的，这就是今天从美国大选引出来的动物世界的领导选择话题。谢谢大家收看，你有什么想法呢？可以在评论区留言，我们欢迎拍砖啊！咱们下次再见，拜拜。